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刀锋领主》。今天是下半期，上半期攻略了前4关，下半期攻略剩下的3关。第5关的名字叫做水下突击，这个场景可能是亚特兰蒂斯。敌方只有一种杂兵，就是这种鱼人，攻击方式也比较单一，就是突进。这种突进攻击用咱们的平 A 就能够挡下来，而且我选用的角色罗伊，他在 Y 轴是有很大优势的，所以清这些杂兵很简单。罗伊的这把剑挥动的时候能够看见剑光，实际上这是一种魔法攻击。另外一个可选的角色阿诺德是纯的物理输出。我现在血量是满的，所以翻箱子没什么动力。这里就是本关的 BOSS 战 ，BOSS 应该是克拉肯。和阿诺德相比，罗伊的攻击距离比较近，所以我只能采取左右跳攻击的方式来打他。跳的节奏要快一点，跳慢了会被出手卷到。有些时候我是攻击不到对面的，因为如果距离过近，克拉肯身上那只小鱼会喷水的，所以你用你的武器插对面的时候要保持距离，不要被它的水喷到。第6关是空中城堡。空中城堡这个设定在太多的动漫游作品里边见到过。我记得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的街机游戏《黄金鹰之剑》，还有《暗黑封印》里边，最后都是要打空中城堡的。本关的地图比较狭窄，这个宽度就是罗伊平 A 能够覆盖的范围。跳跃下 A 这一下，其实我用的还是比较少，因为这一下的攻击力比较高，而且范围也很广，尤其是横向的范围。罗伊的攻击力是不如阿诺德的，而且横向的攻击范围也没有阿诺德广，所以刚才这招对罗伊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。这里幸亏我提前没有把这个补血的道具捡了呀，刚跳过来就被喷了。打这种魔像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，怕他突然就把自己引燃。这种小兵竟然平 A 了6下才倒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战夸张了呀！2个超级高大的铠甲骑士，一个的话其实非常好打，推倒了跳上去插就可以，但2个你就需要一个一个的插呀。从他身上下来的时候，
跳跃的方向最好是他手的方向，这样他的反击很难打到你。我打这个 BOSS 的套路也很简单，估计很多小伙伴已经看出来。但是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，就是你不要主动的去接近这个 BOSS， 不要走过去。走过去的话，他大概率会起脚攻击的。他脚的攻击比他挥动武器的攻击范围还要广，尤其是歪轴，这样非常容易挨打。这里对面是大量的弓箭手杂兵，打蜘蛛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它爆炸的时候是有攻击力的。话音未落，我自己就被炸了一下，2下。虽然是最后一关，回血的道具给的还是比较充足的。本关就是决战了。我在犹豫要不要捡啊，我怕前面是一个 BOSS 战。卡一个位置吧。又来了一个骑士。骑士走过来的时候，我使用的是跳跃攻击。这个时候，铠甲骑士大概率会出一招单斧的劈砍。在他所有的攻击招式里面，这一招的攻击范围是最窄的，这样咱们就可以砍到他，他砍不到咱们。这是打他一个比较逃课的方式。硬核的游戏往往更加注重细节和打法，给玩家发挥的空间不是很多。这里我被烫到了，这个敌人最讨厌。如果没有坑的话，你需要先把它打下来。有坑就好办多了，他直接就掉到坑里去了。魔像需要在正面打。前面还有2场 BOSS 战。这个游戏最难的地方，我觉得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这个场景要对付3个铠甲骑士，咱们先插一个。总有人来捣乱。先和对面拼了，减少敌方的数量。这个敌人的攻击力真的是高啊！我挨了2下，血槽已经空了。剩下最后一个就好办多了，而且也能够体会出来，虽然数量多了，但是每一只的血量是变少了。刚才一口气给了5、6个回血道具啊！这里见到了被抓走的公主，但是公主被魔王诅咒，变成了蛇女。这个时候魔王也在左侧现身了。
咱们打这个 BOSS 只有一线生机，就是一次推倒2个，然后站在近身的位置，这样 BOSS 起身的时候大概率会放远程的攻击。咱们就使用跳跃攻击，再次将2个蛇女推倒。如此反复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为什么我没有跳上去插呢？因为蛇女起身是非常快的，你刚插2到3下，你就需要跳起来了。而且万一被她的反击击中，半条血就没有。所以这里我虽然没有采用高输出的打法，但胜在安全。蛇女最强的技能是起身的时候召唤3个水晶球，这个时候她处于无敌的状态，而且水晶球的转动范围非常广，只要她用出来了，你基本上90%以上就会掉血，所以难度非常高。这2个蛇女看起来是一样的，但实际上血量不一样。公主的血量要少一点，一起吃伤害的话，公主会先现身。剩下最终 BOSS 就好办了，给大家演示一下高效率的打法，就这样打。推倒之后，插2到3下，然后再跳下来，继续。千万不要贪刀。贪刀不仅会被反击打下来，而且你们2个的体位啊、站位也会发生变化，这样对面起身就不一定放什么招式了。打倒了魔王，公主再次念动咒语，将魔王封印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刀锋领主》使用洛伊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